Hello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关心的问题：以太币到底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月冲出一个历史新高？还有，为什么我们总说它的命运好像跟比特币绑在一起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状况。9月对很多加密货币投资人来说，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月份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以太币好像准备好要大展身手了，但另一方面，历史告诉我们，9月通常是市场表现最差的一个月。所以啦，这就变成一个大哉问：今年的9月到底会是以太币的突破之月，还是又一个9月魔咒应验的月份呢？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这个话题。你看这张图，有趣的地方来了。很多人都听过红色9月或9月魔咒，对吧？没错，你看从2017到2022年，比特币真的连续6年9月都是跌的。但你仔细看哦，所谓的跌，平均下来其实也才3%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魔咒在去年2023年就已经被打破了，去年9月是涨的。所以说所谓的历史魔咒，好像也没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嘛。好，那这就带到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啦。以太币能不能涨，它的命运其实不太掌握在自己手上。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老大哥比特币接下来要上演哪一出剧本。基本上，接下来市场大概就是3种剧本啦，而且每一种剧本对以太币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种呢，这个对以太币来说可以说是最好的剧本，就是比特币不涨也不跌，开始横盘整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比特币老大不动了，稳稳的那边，那市场上那些想赚钱的热钱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好无聊啊，那钱要去哪？没错，通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太币，还有其他的替代币。再来，第二种剧本，你可能会觉得比特币大涨不是好事吗？对以太币来说可不一定哦。如果比特币一口气强力冲破之前的历史高点，它会变成一个超强的吸尘器，把整个市场的钱大家的注意力通通吸过去。那以太币呢，动能可能就这样停滞了。最后这个就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剧本了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哦，比特币连那个最重要的牛市支撑线都守不住，那情况就真的不妙了。这会像推骨牌一样引发整个市场的恐慌，到时候不管以太币自己体质多好，大概也只能跟着一起被拖下水了。好，听完这3个剧本，你一定会想问，所以现在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可能？这就有趣了，因为我们去看数据，会发现市场给的信号根本就在自相矛盾。你看这个，真的完美说明了现在的矛盾。光看昨天的数据，钱都跑去比特币 ETF， 然后从以太币 ETF 跑出来，这感觉好像大家在避险，对吧？可是你把时间拉长一点，看整个8月，哇！完全反过来，以太币 ETF 吸了快40亿美金，比特币反而是流出的。这到底要怎么解释？短期怕的要死，长期又爱的要命。短期的资金流看起来乱七八糟的，对吧？但如果我们往更深的地方看，去看链上的数据，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是一个关于铁粉信心的故事。你看这张图，这是正在排队等着要质押的以太币数量，这个量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些正在排队的以太币换算成美金价值高达37亿，你没听错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有一大票人是用真金白银在筹票，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币长期锁在以太坊的网路里。而且这还是从2023年上海升级以来，我们看到最高的排队量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绝对不只是散户的一时兴起，后面肯定有很多大户、很多机构，他们是真的看好以太币的长期价值。不过，只看现在的数据还不够。市场嘛，总是有一些外卡，一些即将发生的事，可能会改变整个牌局。我们就叫它未知的变数好了。
好，接下来有几个时间点，大家可以记一下哦。第一个是9月17号，联准会要开会，市场都在猜会不会降息。再来就是第四季，传统上这可是加密货币最强的一季。最后，别忘了11月，以太坊还有一个叫 Fusaka 的升级。这些事为什么重要？很简单，降息就代表市场上的钱会变多，对加密货币这种风险资产是好事。第四季的传统强势可能会带来一波乐观气氛。至于那个 Fusaka 升级，虽然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在讨论，但它主要是提升效率。你想想，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，这很可能就变成市场炒作的新话题，帮以太币再推一把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从历史数据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，我们绕了一大圈，最终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：身为一个投资人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在想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先分享一句话：市场从来不管你跟我心里在想什么。真的，你希望它涨，你觉得它该涨，这些在市场面前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所以咯，我们的目标不该是去当个神准的预言家，而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不管发生什么状况都有办法应对的玩家。那一个准备好的投资组合大概会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就是一个平衡的策略啦。你手上要有一点比特币，万一它自己冲出去，你才不会错过。当然也要有健康的以太币部位，才能抓起其他替代币的行情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手上一定要留一些现金，这样万一市场真的跌下来，你才有子弹可以捡便宜呀。好，最后就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。在分析了这么多可能性之后，最重要的还是回头看看自己。面对市场这么多的不确定性，你自己的剧本写好了吗？